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娱乐有深度。说起美食界的视频博主呀，李子柒排名第二，估计是没有人敢排第一了。我想对于这个女孩，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。她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圈粉了海内外无数的网友，被誉为中华文化的输出者。一位仙气飘飘的四川女子，稳坐华语 YouTube 频道第一宝座，坐拥数千万元的广告分成。而她作为美食视频博主的后起之秀，仅用1年时间冲进中文频道的第2位，与子柒旗鼓相当。她就是滇西小哥，一位地地道道的云南姑娘。今天小编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滇西小哥的故事，也是网友最好奇、最关心的问题。这位超级网红的收入，分享他为何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，以及他究竟能赚多少钱。而你为什么不能复制他的成功？这部影片都是满满的干货，各位小伙伴们一定要坚持看完哦。当看到他们自媒体方面的收入，小编我是既羡慕又嫉妒呀。羡慕他与家人在一起的生活状态。同样作为90后女子，为何她会如此优秀呢？当知晓了网红背后流量逻辑，也让我萌生了辞职回家做一名自媒体创业者的想法。好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还是直奔主题吧。来看我的精神标杆，我的超级偶像滇西小哥吧。如果对于滇西小哥不了解的，可以观看我之前的影片。说到网红收入，变现手段可以说是非常之多，我们着重看以下几个板块吧。1. 网红直播打赏。2. 自媒体平台广告分成。3. 电商带货。4. 接商业品牌广告。像滇西小哥或李子柒这种头部流量网红，直播和接商业品牌广告这种变现手段，他们都不会去选择，因为跟自己的品牌价值不符合，不会拿个人 IP 价值去换钱。电商变现以及广告分成是他们赚钱的主要板块。我们首先来看看他广告方面的收入吧。他最重要的广告收入其实并不是来自于国内的百家号、大鱼号或者是今日头条等自媒体平台，因为国内的平台广告单价实在是太低了。拿今日头条举例，视频1万次播放才给10块钱左右，像他这样的优质原创者估计在20到50元之间。但是他视频放在油管上那就不一样了，广告单价那是天壤之别。我们都知道，在 YouTube 上的广告单价受观看者地区广告时长的影响。目前他在 YouTube 上拥有450万粉丝。我们都知道，小哥的粉丝人群大部分都是欧美发达国家，占据80%，其余的就是印度、马来西亚、台湾、香港等地区。这点我们从他的视频评论区就可以看出来。一般来说，视频时长达到10分钟以上就可以插播多次广告。但是我们从小哥视频播放时长来看，大部分都是8分钟左右，很少有10分钟以上的视频，所以这就非常遗憾了。广告只能在他的视频中展现1次，如果超过10分钟，广告就可以展现3次，那么他的收入也会翻3倍。这点上小哥做的就不如子柒做得好。看过子柒视频的都知道，他的视频平均时长都在10至15分钟左右，意味着他可以插播3次以上的广告。细心的朋友可以去观看他的视频广告播放次数。关于 YouTube 单价这块呢，我说了2个重要的因素，因为我比较专业，大家可能不懂，所以呢我就不往深处说了。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或者是直接跟我进行交流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直接的告诉大家结果。从以上关于地域和时长的分析，我们得出滇西小哥的广告单价应该是1000次播放5美元左右，大概35块钱，也就是1万次播放的话350元人民币，将近是国内的10倍。注意了，这单单是视频时长不足10分钟展示1个广告的单价。然后影响他收入，除了单价以外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播放量了。那他的视频到底有多少播放量呢？他1个月更新几个视频呢？这些都是影响他收入的重要因素。在这里呢，我就不手动进行统计了，我就借用一个第三方统计工具 SourceBlade。小编我英语不好，读的不标准的话呢，大家不要介意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小哥已经上传了165个视频，总播放次数10亿1000万，平均1天播放220万，1个月6600万。有了这些基础数据，我们就可以算出他在 YouTube 上1个月的收入，6000万乘50等于33万美元，兑换人民币大概是33万乘以7，等于231万元。1年的话就是231万乘以12，等于2772万元。看到这里，小伙伴们是不是非常的惊讶？哇，1年能挣这么多钱！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估计连他1个零头都挣不到吧。滇西小哥是华语 YouTube 第2位，那么第1位的李子柒究竟能赚多少钱呢？之前有报道说他收入1.6个亿，这确实有些夸张，而且计算方式存在很多的漏洞。
但是我们知道子期的视频都是10分钟以上的，广告插播次数3次以上。我们可以拿小哥跟他对比一下，就能大概算出子期在广告分成上面的收入了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按照我给的公式和计算方法来评估一下。当然了，我这也不是精确计算，因为只有看过子期和小哥的后台，才能知道他具体的广告单价以及收入。这里面呢还牵扯到他们的拍摄成本没有去除，我这只是能大概的计算一下。听完子期和小哥的收入情况，是不是很受打击呢？当然了，有没有一种被打鸡血的感觉，浑身充满了能量，想立刻投入到自媒体行业当中的冲动呢？如果你看到了这里，相信你对小编我一定是真爱了，那就为我的视频点个赞，并把它分享出去吧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，那就赶快的订阅一下，因为我在接下来几期视频当中会为大家持续的更新他们的故事。上面我提到他收入数字的时候，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的羡慕的，并且有想辞职回家乡创业的冲动。但是我想说，千万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盲目的辞职回农村拍摄他那样的视频，要是创业失败了，可别回来找小编我哦。因为我接下来呢将会为大家来分享他们为什么会成功。那么为什么你不成功呢？你一定要坚持看完这部影片，因为接下来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重要了。如果你看完一半就兴致勃勃跟打了鸡血一样去拍视频的话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也一定会失败的，因为我的话只说了一半哦。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只看见贼吃肉，没看见贼挨打。我知道这句话很难听，但是我实在是没有找到更好的词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。我想急迫的告诉大家，千万不要冲动。如果言语上有些粗鲁的话，那希望大家见谅喽，因为我怕晚1分钟你就关掉了我的影片，没有看完接下来的内容。首先呢，我们从人物上来看哈，丁西小哥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云南妹子。她从小呢在农村长大，干农活，懂时令，做美食，样样精通，一位土生土长的能干的姑娘。那么如果你只是作秀，没有干过农活，靠手机百度来做美食，那我想你可以歇菜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小哥或者是子期都是真实的下地干活，看他的手以及干农活的熟练程度就可以知道了。他们都是非常的接地气的。说实在话，小编我呢也是一个农村姑娘，生在农村，长在农村，但是看完他们做农活的熟练度，我都自愧不如了。这不是作假临时学习能够做到的。用子期非常经典的一句话说，就是你眼中的技能，其实是别人生活的本能。其次，我们就来看一下他们的拍摄场景。无论是滇西小哥还是李子期，他们都生活在农村，拍摄场景也都是他们最熟悉的地方，景色都是有山有水，环境非常的好。说到这里，那就有人会说了，我也可以找到那种人间仙境的地方呀，我在那里取景就可以了。但是小编想说，就算你找到了和他们类似的地方，但是那你生活在那种环境中，真的能生活下去吗？如果不是兴趣，而是出于商业考虑的话，你在那里居住，相信你待不到1个月，你就会疯掉的。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你真的能坚持下来吗？做自媒体一定要是基于自己的兴趣驱动，而不是看到别人赚钱后的内心浮躁，想要去模仿。如果你抱着纯商业的目的，如果你不能坚持长久的待在农村，那小编请你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吧。因为小编我就是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。自从子期和小哥火了之后，很多人都想去模仿，可是成功的5个手指头都可以数得出来，大部分人都是成了炮灰，投入了时间、金钱、人力，最后呢坚持不下来，放弃了。所以小编想问你，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拍摄方面。我们可以看到子期和小哥的画面都非常的唯美，用的都是高端的相机，多机位3个拍摄，一个相机大概是5万块钱，而且拍摄的人员都非常的专业。他们为了一个镜头可能会拍很多遍，而且拍摄的内容时间跨度非常的大，视频的后期制作也非常的到位，光调色一个视频都会调很久，可以说他们的视频没有瑕疵。这是需要一个团队来运作的，策划、摄影、导演、后期制作等等，拍摄花费了很多很多的心思。如果你是个人的话，我看还是不要做了。如果你准备团队运作，那么你真的准备好了吗？跟大家聊了这么久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们可以羡慕李子期或者是滇西小哥的生活，但是真的不要轻易的模仿。在上面我们提到的网红呢，还有一项重要的收入就是电商带货。国内抖音、快手、百家号、西瓜视频、微博等的流量池为他们的电商平台店铺导入流量，这块的商业运作远远超过自媒体广告的收入更是惊人。
这块的收入呢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会在下期继续的跟大家来分享。所以呢，宝宝们，如果你对我的频道感兴趣的话，就抓紧时间订阅吧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下期的精彩视频啦。我是凡哥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